每天凌晨4点，70岁的孙恩师傅都要到禅城最大的批发市场，寻找合心意的猪蹄。今天他最小的徒弟于秀丽，第一次跟他一起选购食材。200、300斤。呢隻有成300斤。300斤。呢啲咁大隻我哋唔啱啊，師傅，即係太長啊。太長。我哋就要啲85、86嘅豬腳。85、86最啱。最啱我哋。係啊。小魚已經學會孫師傅的全部手藝，選豬蹄卻是第一次。基本咧啲批豬就靚啦，表皮咧就冇乜花痕，又滑醬加紅嘅，因為炒胭脂咁啊啲都。孫師傅對豬蹄的要求很高，能入他法眼的並不多。凌晨5點半，終於把豬蹄都搬上車。如此嚴選豬蹄，是因為他們做的是傳承了300多年的佛山傳統美食。孫師傅是這項非遺技藝的頂級技師。小魚最近要帶着這道名菜參加美食推廣展覽，孫師傅特地給他開小灶補習。做扎豬蹄的第一步，剔骨。用利刀自上而下開一條口子，然後將豬腳骨剔出。整個過程必須十分小心，一旦豬皮劃破，破壞品相，就只能棄用了。最難剔的位置是豬腳尖，皮薄脂肪少。角度和力度稍有偏離，就會前功盡棄。慢慢拉刀啊！如果你出嚟咁撳就唔得，出嚟咁撳咧，又好容易將刀跣嘅，一跣咁咪就爛啦。師傅你睇幾靚？豬皮起得差不多了，肉餡兒也在同時準備着。一大早，店裡其他師傅便把爽而不膩的豬頸肉切成條狀，調好味兒。把醃製好的豬肉條逐一穿好，放進炭火烤爐，烤到3、4成熟，香味兒開始外溢，便可取出。但這並非最後一步，還要把調製好的秘製醬汁撈勻豬肉，再醃製40分鐘。最後，把這些豬肉條切成10厘米長、3厘米寬的薄片。這些豬肉的加入，賦予了佛山韻扎豬蹄與其他豬蹄不同的風味。孫師傅，啲肉燒好啦喎。好。多謝明哥。開檔嚟。以前咧一層瘦啊，一層肥啊，家咧就2層瘦啊，1層肥。把豬肉片放進豬腳皮，肥瘦相間，整齊碼好。每個邊角用肉碎塞滿，直到豬蹄恢復飽滿的外形。隻手指夾住，唔夾住佢一標上嚟唔齊整。再用水草將豬腳裹紮嚴實。忙活了一上午，師徒倆僅僅完成了扎豬蹄這一步。接下來，韻製即將開始。用30多種純天然材料製成滷水，再將捆紮好的豬蹄進入滷水中，用文火慢慢煮1個多鐘頭。一隻隻甘香美味的韻扎豬蹄出鍋了。不過，看着熟透的豬蹄，還不能夠大快朵頤。加番草，我喺條定型棍咧掹出嚟，
再綁嗰啲新鮮嘅水草落去，咁啊靚仔啲。紮完咧就揾滷水撈落去，2分鐘到咯。第一消毒，第二好味些少。熨不同于卤，前者用了香料赋予食物香气和味道之外，还利用了适当温度的调味液作为介质，为食物杀菌保鲜。把猪蹄切片，放进瓦罐中，淋入卤水，可以保存3、4个月。300多年前，这种手法就可以将佛山扎蹄带到远离产地的地方品尝。至此，佛山熨扎猪蹄名扬天下。朱巧芬正在清洗的这个坛子，是为了制作臭屁醋而准备的。坛子不能封釉，要留毛孔，是为了更好的发酵。8年前，朱巧芬跟一位长辈学了制作臭屁醋的祖传手艺，从此便没有停下。炒米咧要炒到佢唔會黏鑊啦，比較乾爽，帶有啲金黃色，咁咧就 OK 噶啦。炒米和生米的比例，粘米和糯米的比例，决定了每家臭屁醋发酵後不同的口味。比如糯米多啲嘅咧，佢就會甜啲，出嚟嘅醋浸出嚟嘅醋會稍為甜啲。純糯米就更甜，尖米咧就酸啲。在古代，冬瓜皮、香蕉皮、锅巴是酿制臭屁醋的主要原料。如今，原材料早已经用纯米取代，鸟枪换炮。而家咁樣攪起佢咧，就係等佢啲尖米同啲糯米咧就可以完全吸收晒啲水分，然後咧兩種米咧之間咧又比較均勻。好啦，攪鬆咗佢就得㗎啦。醋坛封盖，把水加满，隔绝空气，放置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，然后就把一切交给时间了。100天后，一坛臭屁醋就酿成了。吃臭屁醋在珠三角地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佛山市三水区，臭屁醋火锅全城风靡。走进醋店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那酸馊味儿真让人闻而却步。然而闻着臭，吃着香，停不下来。8年前，朱巧芬开了这家醋店。店面虽小，可生意却很火爆。原因就在他亲手炮制的臭屁醋上。朱巧芬的醋保持了传统的滋味，酸甜适中，臭味浓郁，深得街坊们的欢喜。以臭屁醋为底，下姜片、黄豆、番薯、猪脚、排骨、粉肠、盒盖。待醋烧开之后，再放土鸡和梅菜，细火慢煮，醋味儿从锅里向四周弥漫。醋分子渗入空气，闯进鼻孔，让人口水暗涌。
广东不产小麦，但并不影响老广嗜好面食。各式茶点把面演绎出迥然不同的南粤风情。早上6点，增城东区市场内的包子店就要开始准备蒸包子了。在衍生成饮茶文化前，茶点不过是人们早起劳作的果腹之物，以粗粮为主。叉烧包、鸡球包出身并不金贵，老广们把它们称为大包，既可当主食扛饿，又有点心消闲的滋味，至今是早餐中的主角儿。要2个是吗？好，要燕麦的还是要白的？给我们不要白馒头啊，白馒。小店里忙碌的背后，是24小时不间断制作的工厂，源源不断地为这些早餐店提供各式新鲜包点。经营这间包子厂的林伟贤，同样对廣式大包熱忱不改。每日都要做到咧，就係20萬，有時咧就突破到30萬隻。而我哋做出嚟嘅咧係即做，今晚做完之後，第日早上咧就即刻咧就係燒去整個珠江三木洲。去皮的新鮮豬頸肉肥瘦相間，煮了不柴不膩，嫩中帶脆，是制作叉燒包最好的馅料。清洗後切成大塊，放入滾水中煮開，撈起瀝乾，炸上一遍，前期準備工作才算完成。為了讓口感更接近老廣們記憶中叉燒包的味道，叉燒的烹製也是大鍋炒製。豬頸肉入鍋後，加入酒、生抽、糖和秘製的醬料炒熟，不加一滴水，這樣才能使醬汁濃郁，完全將豬肉包裹。一鍋25斤豬肉，反覆翻炒，考驗師傅們的臂力。一塊叉燒的美味與否，從豬肉的選擇、醬料的秘製到火候的把控，每個細節都十分的重要。咁嗰啲市民一試啦，哇！隻包個皮咁鬆軟嘅，再食到啲餡咧，哇！呢種咧就傳統嘅口味喎。做好的叉燒色澤暗紅，肥瘦適中，用機器打成均勻的肉碎，便可以用來製作包點了。10年間，機械化慢慢替代了傳統手工，而這裡的叉燒包依然堅持手工製作。從揉麵、分塊、製成麵皮，每一步都離不開師傅們的雙手。人工係經過咧就反反覆覆用啲係陰力去完成佢個工藝流程。你搣開隻包，手工做出嚟，佢係好細膩。2兩麵皮，6錢叉燒餡料，一個個叉燒包在師傅們的手中成型了。80個師傅，每天要完成10萬個包子的製作。做好的包子經過發酵，就可以入蒸籠了。為了保證叉燒包開花，溫度和時間的把控十分重要。經過高溫蒸製，包子裡的面筋、氣孔、紋路達到最佳的效果，可以膨脹到12公分，比起茶樓裡的叉燒包至少要大2到3倍。出鍋的包子外皮雪白，包面含笑而不露馅儿。輕輕掰開，微微上切的叉燒餡兒，軟嫩飽滿，油潤而不膩。清晨5點，禪城的早餐店迎來第一批客人。
这些老街坊们习惯进门先拿自己存放的酒，然后坐到属于自己的座位。喝早酒配生滚粥是佛山地区最常见的早餐。老人们倒上一杯米酒，和3、5知己聊天，是一天惬意的开始。佛山米酒发源于手工业兴盛时代，明清时期，数10万陶工在石湾谋生。制陶业工作环境闷热潮湿，而米酒活血祛湿，颇受工人追捧，酿酒行业随之兴旺。始创于1830年的陈太吉酒庄传承至今，第3代传人陈如月首创的玉冰烧米酒，独有的豉香味依然还在原址飘香。玉冰烧的传统酿造技艺，如今已传到第7代。做研发工作11年的梁思雨便是传承人之一。梁思雨让老搭档峰哥带他去看看新配方酒饼的发酵情况。菌絲啲生長得比較白淨啊，比較正常。每一種新酒的調製都要從酒餅開始。個香氣都幾香，都酒餅被釀酒人稱為酒中蠱，直接決定酒的好壞。以大米、黃豆、酒餅液及中藥材原料等製成。壓製成型的酒餅要馬上上架，蓋上簾子保溫。發酵的頭10個小時是關鍵。這段時間，微生物發生劇烈的變化。酒餅的菌絲已經比較的豐滿，這是生命活動的跡象。5天以後就可以烘乾，打碎跟大米混在一起，加水就可以進行發酵，然後就變成米酒。經過20天發酵和蒸餾生產出來的齋酒，被注入到一個個500公斤容量的本地陶製酒甕中。玉冰燒的核心秘密就隱藏在這裡。前一排浸咗啲酒，依家過嚟睇下佢浸成點啦。好啊，你過嚟。嗱，呢度。幾靚喎，睇嚟都。這些浸泡了5年以上的豬肉，從乳白色漸變成金黃色，脂肪結構變得蓬鬆，能吸附米酒中的異味雜質，更產生別具一格的豉香味兒。第3代傳人陳如月當年將煮熟的肥膘肉投入酒缸，只見脂肪宛如白玉，酒體剔透似冰。在粵語裡，肉與玉同音，於是他給這種酒取名為玉冰燒。一款新酒在量產之前，至少需要1到2年的打磨。梁思雨這次研發的新酒還需陳藏，但2年前做的一批試驗酒已經可以開缸了。呢缸都好耐歷史咯喎，可能估計就發到40年啦。哇！啲梅菌都幾多啊？啲缸啊！好嘢嚟㗎，嗰啲梅菌係有益㗎。這些陶製大酒缸布滿肉眼難以發覺的細密孔隙，宛如呼吸吐納，經過時間洗禮，賦予酒體更醇厚的味道。冬暖夏涼的環境，有助酒液加快醇化，故有凍中1年，世上3載的說法。計落都有差唔多2年啦都。嚟，幫我開嚟睇睇。在老陶缸裡，老熟陳化的酒中和了酒的火氣，酒香馥郁。都幾好係嘛？幾順滑，一先開始嗰陣時都幾辛辣嘅。聞得到好香。絕對有味。我哋去睇下下一缸。一款好酒是技藝與時間的完美結合。對梁思雨來說，最後一次考評就在餐桌上。傳統粵菜香酥肉，用高度玉冰燒和南乳醃製過的五花肉下鍋油炸，以豐厚的酒香增加肉的香味兒，
同时去除油腻，使香酥肉肥而不腻，外酥里嫩。玉冰烧加入低温慢煮的鸡汤中，使鸡肉更加鲜嫩。冬天来一碗带着淡淡酒香的鸡汤，是一道暖身行血的药膳。羊肉是秋冬滋补佳品，而鲍鱼则带来海鲜味儿，是典型的鱼羊鲜。玉冰烧可以去腥提鲜。慢火煎澳洲带子，加上米酒的助兴，大大提升镬气，激发出浓浓的鲜味儿。哦，走嚟咯！好。每當推出新酒，梁思雨和同事都會請消費者代表嘗鮮。得唔得？俾多啲意見啊！口幾金屬。多謝多謝。唔錯唔錯。好酒。現今呢個發展得咁快嘅社會嚟講咧，我哋嘅酒都100幾年歷史啦，仲可以受到普羅大眾嘅歡迎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難得嘅。歷經100年風霜，在梁思雨等一代代傳承人的精心守護下，創新中的玉冰燒也不曾失去本真。